我叫沈素月，原是流落山堂的孤儿，自小受尽欺辱白眼，至今以身薄命坏荣华，不识人间真情。直到6年前，我与亲生父母相认，还嫁与良人，才抚慰我前半生飘零苦楚。辛苦你们这么多年照拂着我。阿远，娘子小心！娘子小心！退下吧。成亲5年了，还这般不稳重，怎不用为夫为你坐的轮椅呢？我这不是怕你等急了吗？何况我也不想当一个废人。娘子，岳父找的贺神医医术精绝，定能治好你的腿。可是，都已经治了5年了，还是不见起色。纵是真无法治好，我也愿意照顾你一辈子，我发誓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哦，对了，送给你的。小姐，姑爷对您是真好，送了这么多礼物。来拜寿还特意叫了贺神医同行，这一到了时辰啊，便催着您去治疗。阿允待我一片真心，得夫如此，是我的大幸。可惜，贺神医说我用药太多，不宜有孕，变成了遗憾。小姐，等您治好了腿，一定能和姑爷再生个孩子。嗯，那奴婢先把礼物拿进去了。嗯。阿允，他来后院做什么？阿允，阿允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好洛伊，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。沈洛伊，他不是5年前就畏罪自尽了吗？妹妹，孕期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去准备准备吧。谁是你妹妹？我才是沈家千金，你一个孤儿，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小姐！小姐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素月，如何？禀长公主，沈小姐的腿伤十分严重，日后怕是站不起来了。什么？长公主，是沈洛伊，将我家小姐从楼上推下去的，求长公主为我家小姐做主。岂有此理！素月自幼流落在民间，好不容易才寻回双亲，他沈洛伊鸠占鹊巢不说，还嫉妒成性，谋害人命，传我令，拖下去！求长公主饶命！长公主饶命啊！饶命！素月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居然这样给个养女求情！长公主，洛伊懊悔不已，已经自尽谢罪了。
原来沈洛伊根本就没有死。这些年，我的爹娘竟然和我的相公联手，把他藏了5年。爹嘿，他们竟然连孩子都有了。哎呦，哎呀！阿云，当初幸亏你和爹娘，不然我早就被长公主处死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每天都要陪那个残妃演戏。别这么说，当初的求娶，不过是不想让他查验你的尸体。只要你活着，我的牺牲就是值得的。沈小姐，其实末将倾慕你已久，今日斗胆，请求娶你为妻。可是我的腿已经废掉了。没关系，我会寻遍天下名医，纵使真的无法治好，我也会照顾你，呵护你，许你一生无忧。那你什么时候休了他？我和萱萱都需要一个名分。谢云，沈洛伊。要不再等等吧。阿云，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不过是一个粗鄙不堪的孤儿，要不是看他跟长公主有几分交情，我能给他好脸？想来，长公主也是厌恶了他，这些年竟再无联系，害我养了这个废物这么多年。当真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我若是真的对他有半分爱意，当初就不会打掉他的孩子了。贺神医，素月近日时常恶心呕吐，莫不是生了什么病？将军莫急，尊夫人这是有喜悦鱼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不行，必须打掉。阿云，娘子，你现在腿伤未愈，生产恐怕会有危险。可是啊，夫人，将军说的对，您腿上用了很猛的药，恐怕对胎儿造成损伤，要强行生下来，唯恐母子俱亡。不如待日后腿伤好一些，再要孩子也不迟。我心魄要真正心魄，我却不想闪躲。娘子，就当是为了我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也是种沉睡的时刻，你是一部分的我。那一抹淡虚过，比夜更久的。若有些事终究难以割舍，不如携手反复莫测。那低贱的残废怎配生下我的孩子？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这桩我自以为是救赎的婚事，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就连我的孩子都为我的愚蠢赔上了性命。就是，整个偌大的将军府都是萱萱的，怎么便宜了那贱人和贱种？既如此，阿云，你为何还不救他？叶兆蛮夷来犯，10日后军中要择选主帅，此事不能出半点差池。待我封帅夺胜，便以军功请旨，10里红妆迎你进门。阿云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。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相公，其实爱的是害我的凶手。
就连我的亲生父母，都为了沈洛伊那个罪魁祸首欺骗我。这一切，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小姐，不是要去治疗吗？怎么突然要去书房找老爷？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。沈大人，按您的吩咐，这5年来，给沈小姐用的都是假药，她的身体已亏损得很厉害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她的腿治不好，就连她的命都会没的呀。没了就没了，死了不更好吗？我花重金养着你，不是让你来指责我的，按我说的做。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什么女儿不女儿？原本就是借着她和长公主的关系攀上皇室，结果长公主一去，了无音讯。这些年，半点好处都没捞着。就是，这当初啊就不该让他回来。这流浪在外的，谁知道他有多糟？他也配做我知州府的妾姬？当初我们洛伊好好的名门闺秀，偏得东躲西藏的过日子。唉，你也不用太过担心。当年沈苏月把洛伊害他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，碍于名声，我们也不好亏待他。不过这些年，我和贤婿早已在布局，现在时机已到，洛伊就能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我就知道你最疼洛伊了，原来直腿也是假的，他们甚至想要我的命。小姐，沈洛伊居然没死。他不仅没死，还一直住在后院。什么？可他们是您的亲生父母，怎么能如此偏心一个假女儿？不行，奴婢今日必须替您讨个说法。慢着，小姐，既然已经看透他们了，再去质问，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你们都不爱我，从今日起，我沈素月便再无父母。回房，我要给长公主写信。娘子，今天可是岳父的寿宴，你怎么一天都闷闷不乐的？啊，娘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呀？相公，我想沐浴更衣了，让竹轩推我进去吧。好，那我让竹轩伺候你沐浴，我去看看岳父酒醒了没。皇上，皇上，苏月也回来了。他还主动请缨，愿意做攻打叶赵国的主帅。太好了！当年他拼死保了雍州安宁，朕本欲嘉奖，他却为了双亲和一见钟情的谢允，自请归隐，让朕痛失良将。如今有他出马，此仗必赢。朕这便扶他官位，封赏的圣旨就有劳皇姐走一趟了。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参见殿下。侯爷许久未以真面目示人，本公主差点都忘了，这面具之下还藏着一张俊脸。6年未见，殿下怎么还和当时偷跑去战场那般？爱玩闹。少不更事，莫要再提。不过，当年若不是你和素月相救，本公主
也恐难活到今日。对了，侯爷可知苏月要回来了？臣就是为了此事而来。臣愿护送殿下前往雍州，迎回素月。准了。你本是平民出身，这初到京都时啊，还得靠沈家的接济。但当年你迎娶沈素月时，却置办了如此厚的家底，这不知道的呀，还以为你是什么隐藏身份历练的王侯呢。贤婿啊，你这府宅从何而来呀？不会是从沈素月那里捞了好处，没告诉我们吧？岳父明鉴，当初她嫁过来的时候，除了沈府的3台嫁妆，别无其他。小婿之后也曾问过，她都坚持说与长公主再无往来，怎会有好处给我？至于这府宅其实是小婿积攒多年，为了洛伊而置办的。可是没想到，居然让沈素月抢了先。都怪沈素月，害得不知道苏月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惹得母亲不开心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们说阿允呐，都怪你这拢走了阿允的心，叫他不思君务呀。是我自己疏忽了，怪不得素月。娘子，为夫亲手煲了骨头汤，快尝尝味道如何？你懂什么？像阿允这种疼爱自己媳妇儿的男人，那是万里挑一呀。有了他，那可是我们素月的福气呀！是。娘子，尝尝。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，他们笑得如此虚伪？来，娘子。长公主5日后来雍州，这虚情假意的戏码，我就再陪你们演5日。到时候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小姐，我让你查这5年沈府的异样，可查出来了。藏的都没什么，只是每逢灾年，沈府出资却不是以沈家的名义，而是一个叫金依依的女子操持的。金依依，以她的小字，冠上金氏的姓，便能瞒天过海了。将军的意思是说，金依依是沈洛伊？沈从视财如命，若不是沈洛伊，他怎么舍得花这么大手笔？这倒是。哦，对了，奴婢还打听到，金依依在雍州名声极好，与沈家合力开了一个善堂，落成宴就在4日后。这就是沈从说的时机吗？倒是正好。将军，那么现在我们当如何？陪我去回春堂，找黄兆黄大夫。黄大夫是冠军侯的人，我们如今这般去，能见到吗？试试吧。黄大夫，我这腿可还有的治？有些难呐。不过小娘子既然是侯爷的故人，那黄某也不藏私，
只要对症下药，只需7日，小娘子便可恢复行走。太好了！看得出来，这5年你的家人对你照顾得挺好，不然拖了5年，你这腿肯定就废掉了。家人，他们才是不希望我站起来的罪魁祸首。不，他们不再是我的家人。治疗的事，就麻烦黄大夫了。只是，在腿好之前，此事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晓。啊，明白。哎呦，小娘子，你可要当心这上好的和田玉。这不是和田玉，这是假的。什么？素月，这是我娘的遗物。她说，等我找到心爱的女子，便送给她。如今，她是你的了。素月，我会永远爱你。连遗物都是假的，谢云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真的？娘子，娘子，你去哪儿了？今日天气好，我让竹轩推我出去逛逛。近日军中事务繁忙，等忙完了这阵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娘子，啊，后天就是你的生辰了，我跟岳父岳母为你准备的惊喜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5年前的生辰，你们送我一场认亲宴，差点废了我一条腿。这次，你们又想送我什么？多谢母亲。寿星来了呀！哎呀，这一晃5年了，苏月呀，被玄旭养得真好。也多亏了岳父岳母时常照拂啊。这样便好啊，苏月，我们一家人要永远这样和睦才是啊。是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可惜，你们的家人从来不是我。奴婢该死，还请小姐恕罪。这双眼睛是水洛伊。怎么毛手毛脚的？罢了，今日大喜，便不罚了，退下吧。多谢将军。这就是我的生辰礼物。苏月，这是为父为你准备的平安镯，愿你岁岁平安，年年顺遂。玉的不喜欢呀。娘这儿还有一个翡翠的，祝我的女儿呀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。苏月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一直跟你在一起的。苏月，
那我们……我去换身衣服。管他做甚？泽宣主帅之期将近，你还是趁今日多笼络些人才是。啊，还是岳父想的周到。跟了这么久了，出来吧。姐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姐姐，你莫不是忘了今日也是我的生辰啊？哦，对了，姐姐，刚才的生辰礼物你可喜欢？那些可都是我挑剩下来才给你的呀。你说你一个人好好的，干嘛非要回来跟我抢？现在好了，变成残废一个，连阿云也更爱我，真丢人。丢人的是你吧？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，你最爱的男人对我是明媒正娶。你这个废物得意什么？阿允就算娶了你又怎么样？他迟早都会休了你。休了我就会娶你？你未必也太天真了。日后他成为主帅，携7卷进京面圣时，难道会让你带着面纱去面圣？阿允他自有办法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无非是将你藏在谢府，继续过这种见不得人的日子罢了。那也比你被他落胎好。怎么，戳到你的痛处了？现在你是阿允的正妻又怎么样？在阿允心里，只有我才是他真正的妻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他们到底更在意谁。沈洛叶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！救命啊！娘子，将军，女儿，救命！漫漫长爬过年少岁，风有情，长路我笑情深依旧，风雨捉不透。我叹人生苦短，荒唐事不休。金小姐，没事吧？金小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女儿啊，你可吓死我了！你说你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这娘可怎么办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是沈小姐突然拉我入水。沈大小姐残疾多年，怕不是想不开要寻死吧？可自己要寻死，也不能连累无辜的人吧？你们休要胡说，是沈小姐，她一定有苦衷的。哎呀，这不是活菩萨金小姐吗？是啊，她就是赈灾的那个金小姐啊。金小姐如此仁善，为雍州百姓付出了那么多，沈大小姐莫不是嫉妒，才想拉她一起死？你闭嘴！当年若非我家将军拼死护国，雍州早成炭土，哪还轮得到你们今日在这里如此造谣编排他呀？将军，沈素月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啊，谁不知道沈素月是流浪在外的孤儿啊？怎么可能是将军呢？各位，小女久病缠身，行为有些失常，大家见笑。竹轩，扶小姐回去，好好休养。回去。将军，
速我回去。阿远，洛伊就能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一切。我就知道你最疼洛伊了。听不听悬而未决，命运流言聚散如雨水，失去的都已是曾经，暗含住眼睛。明天该往何处找寻？一念之间，光明后岸变幻万千。回首间，宿命上演，孑然一身，唯有执念。相聚拨开无尽长夜，若成全，不惧粉身如烟，明灭如烟。一念，惊起长月之下的初见，大梦惊艳，三生危险，注定。从今以后，我只是沈素月，我只有我自己。娘子，你可好些了？在看什么？兵法。将军，攻城之期只剩2日，这突破之法却迟迟未决，可如何是好？陛下非常看重此战，若是败了，恐怕要问责将军。阿远，苏月，你不是在陪长公主吗？怎么过来了？长公主在和爹娘问话，所以闲得无聊就来找你了。攻打此处，当以步兵和骑兵为主，主攻桥梁，快速渡河，直扑要塞，再派弓箭手到河对岸部署，提供支援。沈小姐说的极是啊！若如此，我军定能势如破竹。苏月，你是如何懂得这些的？我就是自己瞎猜的。我之前在善堂的时候，听他们聊起过。这当真是条妙计啊！快，立刻回营部署。是。没什么。有事吗？苏月，竹轩今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真是将军？谢远，你爱的到底是什么？若我真的是将军，你又会如何？将军，沈大人让我告知您，那金小姐不舒服，让您去看一下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苏月，今日金小姐在府上遇险，我作为主人家，自然要过去关照一二。我去便回。也是，对你谢远来说，我究竟是谁，根本就不重要。将军，明日长公主便来接您了，您终于不用再受委屈了。明日也是他们开善堂的日子，这家人也太过分了。这些年，他们拿着沈家的钱，全部在给沈洛伊铺路，就是想让她用金依依的身份回来。贺神医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他已经都招了，他们用尽一切也要保下沈洛伊。那我偏偏就要在明日，他们最高兴的时候，将真相昭告天下。
这善堂啊，终于是开起来了，洛伊的名声那也是越来越好。我看呀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你父亲把你认作养女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堂堂正正的回来了呀。那我就可以嫁给阿允了。阿允，是啊，届时沈素月胆敢拒绝，为父做主，让阿允把他给休了。他一个一无是处的残废，都是我们在养活他，他还不同意啊？女儿，乖女儿，放心。谢谢娘，谢谢爹。阿允，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。金小姐如此心善，简直是菩萨心肠啊！是啊，金小姐这些年广撒善款，帮助了这么多人，我们雍州百姓人人感恩。金小姐慈悲又善良，整个幽州城都会将你的恩情牢记于心的。大家客气了，我不过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金小姐慈悲为怀，她也与我们沈家一直交好。今日本官便收了她为义女，喜上加喜。好，承蒙沈大人夫人的抬爱，依依便却之不恭了。女儿见过父亲。哎，乖女儿，啊。女儿见过母亲。哎，乖。沈家和善，金小姐仁义，真不愧是一家子。哦，是吗？是沈素月。这位金小姐始终戴着面纱，你们大家就不好奇她到底是谁？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看到你们如此美满和谐的样子呢？娘子，今日是省府的大日子，你先回去。就不劳谢将军费心了。诸位可知，你们口中的活菩萨金依依，便是5年前极度诚信，将我推下楼梯的沈洛伊。怎么可能？沈洛伊不是死了吗？就是啊，死人怎么可能复活？沈小姐，你把金小姐推入湖中，如今又这么说，我看极度诚信的人就是你。他都知道了。他都知道了，逆女，休要胡说！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？当初你们保下他，让他假死逃过长公主问罪，就没有想过有被拆穿的一天吗？沈小姐，我知你不喜欢父亲将我认作义女，可是你我都是曾流落在外的可怜人，我只是想有一个家而已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跟你抢的。沈小姐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逼金小姐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是啊，金小姐这么善良，是我们整个幽州的恩人，你凭什么这么欺负她？就是呀。苏月，今日可是开善堂的日子，你就不要闹了。为父知道你恨你妹妹，可是她已经死了，这个金小姐是无辜的，不要冤枉了她。是啊，洛伊都死了这么多年，你还不放过他？若我就是不放过他，又如何？够了！我送你回家。你会武功？
苏月，你能站起来了？快拦住他！哎，这不是沈洛伊吗？哎，这不是沈洛伊吗？真的是他？他不是已经自尽了吗？怎么会？沈洛伊假死脱罪，欺瞒皇亲，而帮他的正是维护雍州法纪的沈知州。你们说，这可不可笑？这是知法犯法呀！欺瞒皇亲，你们是死罪。还以为你们是真心行善，没想到只是为了给沈洛伊博民心。这万一露馅，不会拉着我们一起垫背吧？这怎么办呀？哎，我没收过善款啊，我走了啊！胡掌柜，哎，还愣着干嘛？这不赶紧就跑呀！我走了。我今天没来，绝对没来过。我也没来过。别走啊！别走啊，诸位！沈苏月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啊！你就是想要我命是不是？到底是谁想让谁死？这话从你口中说出，当真可笑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签下这份认罪书。虽然你死罪难免，但他们可以判流放，也算能保住性命。什么啊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还能定我死罪？治你们罪的不是我，而是大秦律法。沈知州，你熟识律法，当明白，欺瞒皇亲可诛3族。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。将军，这般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？确实太便宜他们了。但现在大战在即，凡事应以大局为重。若他们肯签下认罪书，我也不想赶尽杀绝。相公，那个贱人，他说的可是真的啊？那我怎么办啊？啊，那咱们还真是他宰割呀！今日之事恐怕早已传了出去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呀？啊！都是你，怎不将那奸妇看好？我也没想到他会发现呀！你还敢说？定是那人生辰宴，被他看出了端倪。你也是，连洛伊都看不住。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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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愣着干什么？看我擒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离开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，将军！你刚刚不是挺傲的吗？啊？不是说要治我死罪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了？沈洛伊，我保证，这次不仅你自己会死，他们也得跟你一起陪葬。洛伊，住手！她毕竟是你姐姐。父亲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你还要认这个贱人？洛伊，你父亲自有决断，你听他的便是。苏月，咱们可是一家人，啊！刚刚闹的也着实难看了。一家人，你们包庇沈洛伊的时候，你们给我用假药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我常年流落在外，指不定有多脏呢，怎配与你们做一家人？娘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与你的账之后再慢慢清算。就算如此，你身上还是流着沈家的血液。你要真害得沈家家破人亡，那就不仅要再忍受飘零之苦，而且还会背负不孝的骂名，得不偿失啊！是吗？
那沈大人认为我该如何呢？你少时在外飘零，吃尽了不少苦头。当年你好不容易认祖归宗，回来之后，你却发现洛伊样样胜过你，于是你就起了与他争宠的心。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摔下楼梯，还唆使婢女诬陷洛伊。我们全家为了你隐瞒了5年，现在是时候让真相公布于众了。你们竟然为了包庇沈洛伊，让我去顶欺瞒皇亲的罪名！你还在这张口闭口皇亲，你若真攀上了长公主，这5年他会对你不闻不问。就是，素月，你就照你父亲说的，你父亲肯定会帮你善后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呢？别冥顽不灵！岳父，素月既然不愿，倒也不可强逼她。你这混账东西，居然帮着这个逆女说话！岳父息怒，我既是素月的夫君，自是与她一起。她不愿出面没关系，我可以以姐夫的身份替洛伊澄清此事，还沈家一份安宁。姐夫，你和沈洛伊的孩子都可以喊爹了，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既然敢做，就别怕会被别人发现。你既然已经知道了，轩轩是阿允的骨肉，你还当众揭开我这件事儿，你就是想要我的命！你就是想让轩轩痛失亲娘，你还当众揭穿我隐瞒身份的事！沈素月，你好歹的心肠啊！你当过孤儿，现在你还这么害我的外孙，沈素月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女儿，你就是那来自地狱的恶鬼！我若是恶鬼，5年前我就把他挫骨扬灰了。阿云，你看他，你们照顾他5年，他不知感恩，还如此恶毒。素月，此事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是如何娶了我，然后和沈洛伊私通。谢云，你的儿子同这个外室一样，都见不得人。逆女，我们一再退让，你再不识好歹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父亲，他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何必跟他多费口舌？依我看，不如直接杀了。什么？反正他久病不愈，绝望之下自尽那也是正常啊。我们可以稍作伪造就能掩盖，到时候我们就写一封认罪遗书，啊，就天衣无缝了，好吧？杀人了！洛伊说的对，现在心软，就是害了我们自己。素月，你可想清楚，唯有靠着我和沈家，你才能过得好。要是闹翻了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可我不这么觉得。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沈素月，你害了我整整赌了5年，这笔账我今天就得算清楚。我今天废了你这条腿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！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！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！洛伊！你要撑住！岳父，快带洛伊回将军府医治。楚轩，那这儿，岳父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沈素月走出山头。好，走。
怎么伤了你的心上人？你想要报仇啊？沈苏月，我明明给过你机会。谢月，你说错了，是我给过你机会，可换来的是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折磨。现在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你不过是个废物，凭那点三脚猫功夫，也敢说这样的话？你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将军！说实话，你虽然废了双腿，但还算有几分姿色，对我还算是贴心。如果你不戳破，我倒是愿意留你这个废物在我身边。可惜了，你偏不想活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将军！什么人？我苏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是我来晚了。真的是在做梦。鬼面阎罗的冠军后哪会是这般作态？苏月，苏月，苏月，怎么了？苏月，怎么弄成这样？苏月，先带他去治伤。苏月，长公主怎么会来？难道她和沈苏月一直有联系？疼死我了！母亲，那贱人伤我到这样，你们有没有把她千刀万剐啊？我们着急帮你治伤，留了阿允断后了啊！什么？不行，阿允要是对她心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你慢点啊！阿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沈苏月死了吗？没有，她被一个男人救走了。什么？让他给跑了？你这不是要毁了我沈家跟洛伊吗？哪有那么严重？他沈苏月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残废。这雍州城你最大，他难不成他还能爬到京城去？他去告一状呀！救他的那个男人是和长公主一起来。什么？什么？长公主？长公主怎么会突然来雍州？难道是被沈苏月请来的？不可能！他若是能请来长公主，这5年怎么会赖着阿允和沈家？对，长公主，她肯定是为主帅一事而来的，不过是碰巧遇见了。救他的那人衣着非凡，对他也十分关切，不像是碰巧路过管闲事。那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要是欺瞒皇亲，可是要诛3族的呀！我们，阿允，你本来就是素月的相公，对吧？不若你去找素月，低头给他认个错嘛！母亲，你糊涂啊！若是认罪，那不就证明我假死的罪责了吗？啊！哎呀，那你要我怎么办呀？你说，那祸本来就是你闯的，我们都已经替你隐藏5年了，你隐藏5年了，孩子，这一次你还让我们跟你搭上全族人的性命啊！啊！母亲，父亲，你说句话呀！父亲，阿允，那个男人到底和素月是什么关系？爹，娘，女儿愿意为了沈家认罪，可是那沈苏月那般恶毒，
就算是我认了，他也不可能放过我们呀。那你到底想怎么办嘛？5年前，沈洛伊犯的罪，与我金依依有何关系？我们就一口咬定，沈素月今日就是发疯认错了，再把善堂里见过我的人都收买了。以我现在在雍州的名声，长公主她不信也得信。还不够，既然要瞒天过海，那就把事情做绝了。贤婿，此事还得需要你出马。啊，岳父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当众休妻。女儿素月见过父亲母亲。素月呀，这些年委屈你了啊。端庄乖顺，不愧是我沈家女儿。回家就好，以后呀，我们会好好补偿你的啊。嗯，我终于有家了。娘子，此生我只愿与你不相欺，不相负。不相欺，不相负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杀了。洛伊说的对，现在心软，就是害了我们自己。偏不想活，就别怪我心狠。素月，别怕，我在这里。侯爷，真的是你？对不起，侯爷，是我失态了。这才几年未见，就这般客套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没脸见你。就因为你打输了？你现在重病在身，他们是胜之不武啊！我只是觉得辜负了你的期望。你还留着？还记得当时我为什么送你这块玉佩吗？少爷胃口的包子你也敢抢？为什么狗又不吃？为什么不能给我？因为你不配呀！跟你们拼了！鬼魅阎罗做的！鬼魅阎罗，滚！力气不小啊！跑什么？还想跟别的狗抢包子吃是吧？以后想不想天天都有包子吃？那就跟我走吧。我叫萧景亭，你可愿跟我走，凭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片天地？好。你又输了。侯爷，素月一个小姑娘，这么对她是不是太狠了？
战场上刀剑不长眼，如果这时候不对他多加训练，到时候吃亏的是他自己。我怎么这么笨？继续。我跟你拼了！哟，侯爷也真是的，没轻没重。别生气了，你看。你这侯爷说了，我得练完功才能吃。没侯爷的命令，我怎么敢过来呢？今天厨房做的都是我爱吃的。哪能啊？这是侯爷单独让厨房做的。侯爷既然知道我的喜好，平素放饭，属你动静最大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谁动静大？不过，侯爷从不对这些小事上心，今天倒是奇了怪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苏月，你没打扰到侯爷吧？无妨。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我找到亲生父母了。啊，是吗？恭喜啊！所以我要辞去军职了。为什么？你找到了父母，还是可以行军打仗。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以后是决胜千里的大将军。况且我还遇到喜欢的人了。那人不喜欢女儿家舞刀弄枪，所以我想为了他改变一下自己。所以你才穿成这样。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你就是你，不需要因为任何人而改变。侯爷，以后要是后悔了，随时回来找我。那你现在把玉佩还给我，是后悔了？你曾经告诉过我，人生如棋盘，落子无悔。我不后悔，只是觉得辜负了你的期望。你给我饭吃，教我习武，带我打仗，可我却……先前为了治腿，我动用了这块玉佩，现下物归原主。我之后不会再败坏冠军侯的名声。这是咱们萧家祖传的玉佩，当年你祖母传给了我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。等日后你遇到了喜欢的人，就给他吧。好的，母亲，我的期望你从来没懂。什么？若是5年前我能早点跟你告白，你就不会被人如此欺辱。这一次，我……苏月醒了吗？受那么重的伤，不要行这些虚礼了。殿下，苏月有愧于你。你这丫头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是怪你吗？你自幼流落在外，没少挨欺负，心底自然渴望家里人对你多些疼爱，所以当年才有了那些选择。这些我跟侯爷都是能够理解你的。谢谢。依我看，这事要怪就怪侯爷，他常年征兵在外，人人都称他是冷面阎罗，哪里懂得什么关怀？但凡他对你多关心一点，也不至于你被人骗。不是的，侯爷对我很好的。
今天朱轩已经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了，我是怎么在战场上教你的。敌强我弱之时需要迂回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忘了，非要跟那个谢允拼个你死我活啊！哎，素月都受这么重的伤，你还训他，难怪当年到手的媳妇儿都飞了。素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侯爷说的没错，是我怒急攻心，失了分寸。若非你们及时赶到，今日我定然会杀了谢允，届时一个弑夫的罪名压下来，反倒叫沈家占理了。他们也太目无王法了，真是当真天高皇帝远，没人管得了他们吧？依我看，这件事情你们不便出面，就由本公主出面，亲自抓了谢允和沈家，再治他个欺君之罪，当街问斩。殿下，不可！一别5年，你们还是如此默契啊？有何不可？怎么，难不成你还有情？自他背叛我那日起，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只是谢允与沈从在雍州任职多年，沈洛伊颇得民心，大战在即，我们这个时候轻举妄动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自然不能，伤了我的人，这笔账要跟他好好算算。侯爷霸气，你早这么霸气也不至于。多谢侯爷，只是此事，我想亲自去清算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全力配合。堂堂的鬼面阎罗，什么时候学会的变脸的戏法？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此番他们肯定会抢占先机，先把罪责埋怨到我身上。这第一步，便是忍痛休妻。将军，不好了！谢允在将军府门前负荆请罪，说是要为民休妻。为民休妻？本公主纵观古今，还是头一回听到如此不要脸的休妻理由。思月，你有何打算？自然是去看热闹，顺便休夫。诸位乡亲，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善堂之事，是我谢某娇妻无方，才让他毁了雍州城一桩大事，还伤害了金小姐。今日我在此替他向大家伙赔罪。金小姐，不是说是假死的沈洛伊吗？金小姐确实与沈二小姐有几分相似，这才刺激了那人，让她做下错事。只是相似？不是吧？哎，你当时不是在场，说亲眼看到那就是沈洛伊吗？当时是我看错了。哎，要是说起来，这沈小姐跟金小姐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哎呀，就我们俩过来，能成事吗？我已经让竹轩去替我寻个人证，他晚点就来。侯爷呢？臭小子，嘴巴上说一切都听你的安排，这才刚出门，就没人影了。侯爷许是有要事，我们先看看再说。妻不教，夫之过。今日我在此自请50鞭，为无妻赎罪。岳父，行刑吧。这千旭，你受苦了。真打呀！可惜啊，脏了侯爷送你的好宅子。侯爷送我的什么？侯爷送我的什么？啊，就是这府宅啊，还有一切家当，这些可都是侯爷当年送你的新婚贺礼，你竟不知？自认亲养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侯爷了。当时谢允说这是他用积蓄为我置办的。谢允家中清贫，
别说在这雍州城地段最好的住宅，便是后院的那些盆景绿植，他都买不起。更别提你房中的乌木家具，可都是顺德斋的上品，就算把它发卖1000万次，都不够一块木头的钱。那些东西很贵吗？不是与我在军中所用的差不多？那可都是王爷特地为你准备的，你以为那是军中标配吗？就那样的布置，要遍及全军，恐怕得把皇上的国库搬空才行。侯爷竟如此豪奢，侯爷才不是那种在意吃穿用度的人呢，他只是想将这人世间最美好的都送给最在意的人罢了。最在意的人，就你手中这块玉佩，也是萧家祖传之物，只赠儿媳。我的期望你从来没懂。他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吐血了！各位乡亲，素月之过，我谢允替他赎了。我虽对他情深，但我深知，身为一方守将，妻不贤，军心难定，民心难安。他已罪犯七出，今日我忍痛将他休斥，以平众怒。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沈素月犯了什么七出？这不是沈素月吗？他来干什么？发疯闹事，还谢将军挨了50鞭，他竟还有脸来！你多次顶撞闹事，不顺父母，罪其一。你极度成性，生辰宴上还想杀害金小姐，此乃草菅人命，罪其二。成亲5年，膝下无子，罪其三。你与陌生男子过从亲密，视为淫，罪其四。他说的是什么呀？7出之条，你犯了4罪。就算为父再心疼你，但也不能让谢将军背负骂名啊！拿了休书，好好去反省。你们2人颠倒黑白的本事，真是越发炉火纯青了。还不服？你的所作所为，大家都看在了眼里。桩桩件件，哪一桩是冤枉了你？素月，我知你舍不下将军府优渥的生活，舍不下将军夫人的体面，可你犯下如此大罪，你觉得你还有可能回来吗？与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多待片刻，我都恶心。我当然不想回来，不过休妻绝无可能，因为我要休夫。因为我要休夫。他罪犯7出，竟然说要休夫，闻所未闻，简直不知廉耻！子月，休要胡闹！他们所说的罪犯7出，我沈素月一条都不认。我若不顺父母，便不会听了你们的话，吃了5年假药，将腿拖成残废。再说我极度成性，在生辰宴上谋害金依依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仅凭他一人之言，就敢断定我草菅人命？说到无此，成婚2年后，我便有了身孕，是他逼着我吃了落胎药，
强行打掉了腹中的孩儿。现在如今竟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！什么？这可是真的？岳父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那都是他的臆想啊！可我有人证。老夫可以作证。这是5年来沈大人让老夫开的药方，随便找家医馆一验便知，与腿上并无对证。至于落胎药，当年也是谢将军当着老夫的面强逼沈小姐吃下的。竟真有此事！确有此事啊！这神医可是沈大人专门聘请过来的，他定是知道内情，做不得假。一派胡言！定是你串通贺神医诬陷本官。沈大人急什么？不若等我把另外一条也说出来，再一并否定也不迟。还想说什么？竹轩。还有，爹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爹，这孩子叫谢将军爹爹，难道说的是真的？喂，祖父，爹是保家卫国的大医生，你别打他。他叫沈大人外祖父，那沈小姐是他。可沈小姐不是喝了落胎药了吗？大家不必猜了，这孩子不是我的，而是沈大人的义女金依依的。沈素月，你居然拿孩子来做文章，未免太歹毒了！他娘亲不是一直想要名分吗？我这是在帮你们，怎么还不识好歹？沈大人，我已经承认了这孩子是金依依的了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话，省得我翻供。他这么说，倒算是帮洛伊坐实了新身份。可这孩子都这么大了，原来金小姐是谢将军的外室。正妻的孩子被夫君灌落胎药，外室的孩子竟安然长大，这换谁不得发疯啊？怎么能干这？如此看，沈小姐也是可怜人呐。是啊，说的就是。你们，岳父，你就任由他这样抹黑我们吗？沈大人，其实我都明白的。你明白什么？谢允薄情，成亲后，他就嫌弃我腿残，便与金依依暗通款曲。你们已经失去了沈洛伊，就只剩我一个女儿被他拿捏在手里。你们担心他为了扶正外室起了杀心，这才暗中拖延我治腿，让他觉得我没有威胁，同时再帮金依依造势，认为义女，好让他感谢沈家，日后对我好些。先前是我不懂事，伤了金小姐，还毁了善堂喜事，我愿意道歉。但是沈大人，你身为雍州父母官，一向公正，此番是谢允背叛在先，还请沈大人为我做主。沈大人，沈小姐虽然有错在先，但到底有情可原。她到底是你的亲女儿，求求你帮帮她一次吧。对呀，这一次是谢将军的不对，您就帮帮她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帮她吧，帮帮吧，就帮帮她吧，帮帮沈小姐吧，帮帮她吧。好，今日我便替素月做主，修夫。修夫，岳父，别叫我岳父。不管是为父，还是为官，今日我势必要为素月做主，哪怕是背负骂名，也要助他修夫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最好的收场，跟他断清关系，以待来日。可如今的话，我的名声，是你的虚名重要，还是洛伊和轩轩更重要？沈素月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
今日你我一刀两断。他日若是后悔了，你可别哭着来求我。哎呦，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被休的底气这么硬，真是雍州的风水养人呢，人脸皮养得这么厚。是啊。站住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宅子你们不能进。哎，这不是顺德斋的王掌柜吗？他怎么来了？王掌柜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我说，这宅子和里面的一切都是我们顺德斋的，你们不能进。什么？这府宅我住了5年，什么时候成你们顺德斋的？你不认识吧？青天大老爷啊，你可要为小民做主啊！这宅子是我5年前借给谢将军，如今借期一到，他想不认账了。这宅子是你借的？是啊，大雷，你看，他签了字的。我当初签的是礼单，又不是借据。什么礼单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就算是我看在沈小姐的面子上要送新婚贺礼，那我也不至于送些价值万两的东西吧？你当我家里有矿啊？原来谢将军的府宅和家底都是借的呀，还挺会张门面的。我就说这儿可是雍州最好的地段，临近都是京中显贵的别院，就连沈大人都住不上呢。就是，当初的明明就是礼单，分明是你擅自涂改，还在这明目张胆的诬告。哼，什么诬告？这册子当初签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。青天大老爷，您眼如明镜，都为沈小姐做主了，可不能让小民受冤呐！你呀，大老爷若是断不清，草民只能去信京中，请东家做主了。王掌柜，我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东家姓萧，在京城挺有来头的。没错，我们东家就是萧氏主母，当今冠军侯的母亲。冠军侯啊，可我又不认识他，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呢？还真是个败家子。见笑了。既然有字据为证，那这府宅和家当，今日便归还顺德斋。不行，够了！看看你，配得上这些东西吗？还在这丢人现眼！岳父，岳父！乡亲们，都来报清点啊！帮忙的都有酬劳。好，不可！哎呀！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是不是非得要我身败名裂不可？这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是不是非得要我身败名裂不可？比起谢将军想要我的命，这次算轻。我那只是一时怒急。再说了，你这不是也没事吗？如果先捅你100刀，再饶你的命，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算？这怎么能混为一谈？素媛，我原以为你对我至少是真心的，还有脸说这个话？再真的心也禁不住这么骚劲。谢将军就别在这儿点眼了，还是想想今天晚上该去哪儿住。你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小白脸也配跟本将说话？谢元，无妨，你还有伤，别动气。他们果然有奸情！别动我！放开我！别动我！你松开！哎呦！谢将军，这些都是你的东西，还有他们，麻烦你一起带走，别糟了我们的地界。你太过分了！这里是我家，你凭什么让我离开？
这里是我家，你凭什么让我离开？算了，我们先走。哎呀，稍后你就这样的说上两个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你干嘛还要帮他收拾啊？你人还怪好的。不收拾好东西，怎么收拾它？怎么收拾？自然是请君入瓮。哎呀，真是闹这么大个笑话！你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不是说今日让我住进将军府吗？将军这为人不是贤婿，我刚才听王掌柜说，你的将军府是借来的，如今到期要归还了。什么？他脸面都丢借的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！我这是被人算计的呀！点头什么意思呀？府宅怎么会是借的呢？那你让我和轩轩以后怎么办？跟着你流浪街头吗？没想到啊，说为人面子和看错了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此事我稍后可以给你解释。这样，我们先陪岳母回知州府，可好？不好！你看丢人的，真是借的府宅也敢这么硬气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未来的主帅，到时候得了军功，还怕没大宅子住？还得乖女儿啊，你有什么事先回去再说吧。那阿允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还不相信他呀？老师，你窝囊样！先走吧。走了走了。哎，不必行礼了。谢陛下。如今你已经官复原职，腿上也快痊愈了。7日之后，就由你担任主帅，率兵攻打叶兆国。殿下，微臣有一请求。何事？但说无妨。微臣已经有5年没有上过战场了，如今让我领兵打仗，恐怕兵将会有不服。微臣请求当众考核，若我能赢到底，便能服众。侯爷，微臣作为主帅，若做不到让人信服，那将士们如何能将身家性命交给我？你说的有理，但是我怕你受委屈。侯爷，你觉得呢？侯爷，你觉得呢？就按苏叶说的做吧。你就不怕素月受委屈？我的人只会赢，不会输。这就开始护上了。对了，谢允之事该如何处置啊？自然是好好为他准备一份大礼。沈素月看的兵法，一个女人能看懂什么？沈素月是双华将军，那我岂不是？阿允，将军府什么时候才能？你怎么了？双华，这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女将军双华。这是素月留下的，看来竹轩的话是真的。沈素月不仅是将军，而
且还是大名鼎鼎的双华将军。我到底干了什么？阿允，怎么可能啊？阿允，你糊涂了吗？沈素月她就是个残废，她怎么可能是双华将军？那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况且我认识双华将军，他根本就不是沈素月。你认识双华将军？为何我从未听你提起过？而且双华将军6年前负伤之后就再无音讯，你又是如何认识的？当然是做善事的时候结交的。双华将军跟我的关系很好的。阿允，你就放心好了。双华将军他根本就不是沈素月那个残废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是双华将军呢？哎，洛伊，那你能帮我找来双华将军吗？啊？听说这次的考核冠军侯也会来，有他在，我这胜算微乎其微啊。可如果我有双华将军做副将的话，定能胜出。可是，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帮我？不是。那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？啊，拜托你，为今之计呢，拿下主帅，只有靠双华将军了。我也是为了你和轩轩着想，更何况我还要用军功娶你过门呢。到时候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等着你呢。好，我帮你找。我就知道，你比沈素月那个废物强多了，只有你能助我。东西带来了吗？你要的能不给你吗？这东西可是御赐之物，被查到是要掉脑袋的，你可小心点儿。放心吧，不会被查到的。有了这个，谁还敢质疑我？寿才哥，下次再约吧。记得哦。鱼上钩了。洛伊，你当真认识双华将军？爹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啊？我早就说了，洛伊最厉害了，他连双华将军都认识，还能拿到将军令。太好了，洛伊，这次我必定能当上主帅了。阿允，你放心，双华将军答应我，他会给你当副将，这将军令就是信物。届时哪怕是冠军侯来了，也只能乖乖的把主帅之位让给你。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沈家呀可以跟着阿允沾光了啊！这军功一拿，那日后我早就说过，洛伊呀可比素月那个残废强多了。哎，好好的日子，提那个残废干什么？是啊，那个废物一点忙都帮不上，还让我们白白养了他5年。洛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以军功迎娶你过门的。沈素月，这下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好了，将军，你可以试着站起来。试试。
我站起来了，我真的站起来了。谢谢侯爷。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很多时日没有练武了，不如侯爷陪我练一下。好啊。那请侯爷手下留情。还记得吗？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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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侯爷，这是你打了胜仗，又被殿下封为双华将军，也该有自己的武器了。好，好。多谢侯爷。这长枪可是侯爷亲自拜访大师求来的，上面的字还是侯爷亲自给刻的呢。这长枪保养的这么好，侯爷这些年……开始吧。好。黄大夫，你快看看！侯爷，伤口包扎好了，还需要涂药。小的请您解开衣服。侯爷。这榆木刻的总算是开窍。哎呀，哎呀，本宫头好晕啊！黄大夫，你替本宫瞧瞧。走啊！药，哎，药给素月就行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侯爷，要不先把衣服脱了吧？我手也受伤了，脱不了啊。要不你帮我脱吧？不行吗？那算了。我脱，反正都在军营中长大，不用在乎这些细节。要不都脱了吧？啊！隔着衣服也没法涂药。
哦，好看。苏月，侯爷，这世界总会有人欢笑，有人哭红颜。苏月，你可明白我的心意？因为5年前，我的胆小让我错过了你，也让我在这5年都活在悔恨中。如果我能早点知道你过得不如意，那么即便是抢，我也要把你抢回我的身旁。苏月，我喜欢你。这句话赤裸如年，你可还接受？寂寞的枫叶在你的身边，我还记得那天你走进了我的双眼，故事从你微笑中淡然，从未曾遥远。我还记得那天。阿远，双华将军一会儿就来，先拿着这个，有双华令在手，犹如双华将军亲临。洛伊，谢谢你。这次考核我都打听过了，走个过场而已。年轻的将领里面，没有谁能比得上我们阿允。阿允，这次我们沈家呀，就全靠你了。等你当上了主帅，打赢叶赵，拿到了军功，你可一定要风风光光的迎娶我们洛伊呀！岳母放心，洛伊为我请来了双华将军，我定不会辜负他。反正谁都不知道双华将军在哪里，有了双华令，还不是随我说？哎呀，这洛伊如此厉害，倒是我们那个亲生的，怎么能……哎，好好的日子，提那晦气东西干什么？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我定要把他抓回来，好好收拾一顿。我定要把他抓回来，好好收拾一顿。洛伊才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女儿。是啊，洛伊不仅为我诞下一子，更为我请来了双华将军，比那个废物沈苏月强太多了。幸好我及时摆脱了他。沈苏月，他来干什么？哼，他来的正好，欠收拾的东西。爹，今天是选拔主帅的重要日子，何必跟他计较？他呀，就是看我们阿允要当主帅了，故意纠缠不放啊。沈苏月，提出和离的可是你，怎么现在看我要当上主帅了，又过来纠缠不休？大庭广众之下，还带着这个小白脸一起来，真下贱！哎，不是和离，是休夫。我对自己扔掉的垃圾不感兴趣。都现在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我要早知道你这么废物，当年你出生的时候我就该掐死你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这是你们自己选的路，最好别后悔。沈苏月，你少废话！今天是军中考核主帅的日子，不是你这种废物该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！那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的呢？是假死脱罪的逃犯，还是见不得人的外室啊？你个逆女！哎呀！畜生！我们可是你的亲爹娘！哎呀！自你们帮沈洛伊假死那天起，我们的亲情就断了。我沈素月再无父母。够了，素月，今日可是我的大日子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来考核，我也来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滚？你也来考核？哼，就凭你一个残废，也来考核主帅？你当这什么地方？由着你胡来！趁现在还没开始，我劝你赶紧离开，不然一会儿不是丢脸的事，要是触犯了军规，
要遭受牢狱之灾的。你这个废物，赶紧滚！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今天来，与你们无关。我做什么事也不需要你们来管。至于最后谁赢谁输，我们全凭实力定夺。走。哼。对了，沈素月，我警告你，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们的关系。你要是敢让我丢脸，我饶不了你。敢在我的面前欺负我的人，真是找死！诚如殿下所说，雍州专出厚脸皮。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，拿去御敌倒是正好。嗯。在下雍州守将谢允，谁敢来战？我来。我来。没想到这谢将军竟有如此实力，我看这次主将人选有80%是他。是啊，双华将军隐退了，冠军侯也不在，这次没有人是谢将军的对手，那我们就先提前恭喜谢将军了。还有谁来？我来。这谁啊？怎么还坐个轮椅啊？一个女子，还是个残疾，也来参加考核。我看她是来找打的吧？沈素月，你非得丢脸是吧？这是教场，不是你这个残疾该来的。是啊，刀剑无影，你一个残废怎么和阿云打？到时候别打得满地是血，把命丢了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。用不着你们操心。素月，你一个废物，我赢了你，大家也是说我胜之不武。趁你还没开始，赶紧滚！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物而已，用不着谢将军出马，我来。开始吧。接着。请吧。你会武功？你敢耍阴招？我来！上次的生辰宴，他就是如此揭开了洛伊的面纱。他怎么会这么高的武功？我们找回他之前，他不是个孤儿吗？他怎么会这么厉害呀？爹娘，他定是投机取巧，你们别忘了，他自小流落街头，会点小打小闹的把式也是很正常的。对，之前都是巧合，我不相信你能打败我们所有人。今天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痛。你们身为将士，保家卫国，竟然如此看不起女子，看不起残废，那被女残疾击败的滋味如何？
这女人的实力竟然如此厉害！你看到她的枪没？这枪法好像双华将军。坐轮椅上都这么厉害，如果站起来岂不是更厉害？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谁让他们一个个瞧不起人，活该被打。到你了。到你了。沈苏月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学的这些招数，就凭这些伎俩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劝你啊，少废话！你居然站起来了！他的腿不是废了吗？是啊，陆毅上次不是还扎了他一刀吗？阿云，不要心软。沈苏月，你这是自己找死！谢云，阿这怎么可能啊！你输了。你武功这么高，为何我从来都不知道？因为你不配。沈小姐竟然打败了谢将军，这次的主将就是他了吧？且慢，虽然他赢了，但我是轻敌。谢云，堂堂一个将军，居然如此输不起。你懂什么？看到了吗？这是双华令，这是双华将军的啊？怎么在谢将军手上？只要我做主帅，双华将军就是我的副将，他在，我怎么不配做主帅？双华将军竟然给谢将军做副将，那岂不是连冠军侯都不怕了？谢将军竟然有如此实力，那这主将就非他莫属了。我有双华令在手，凭什么跟我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何时把双华令给了你？双华令给我，你这个废物怎么会知道？你说我怎么会知道？如此快的枪法，我看他只有是双华将军才能用出来的。现在物归原主。这是双华将军的独门枪法，你怎么会？难道你真的是双华将军？他是双华将军，真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他一个孤儿，怎么可能是大名鼎鼎的双华将军呢？再说了，陆毅不是认识双华将军吗？啊！爹娘，他在撒谎，双华将军怎么会任我们欺负呢？哎，大家快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双华将军！沈苏月，你这个疯子！双华将军是骁勇善战的名将，岂是你这种废物也敢冒充的？你等着受罚吧！本将军竟不知，还有人敢冒充我。沈苏月，你胆子不小啊，竟敢冒充双华将军！我看你是找死！你这逆女，赶紧给我滚下来！你也配是双华将军？下来！是不是真的？打一架不就知道了？打一架不就知道了？瞧瞧你这副样子，连枪也拿不起来，还敢冒充我，找死！哎，来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挨打呀！闭嘴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真正的双华将军怎么会这么弱？连沈苏月这个废物都打不过。双华将军6年前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受了伤，他还没恢复好呢。沈苏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不仅敢冒充双华将军，还将他打伤。阿云，你还不把他抓起来？阿云，你等什么呢？众将士听令，把沈苏月给我拿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究竟是何人？
你蠢，本侯不跟你计较。你们也不认得吗？他是谁？不认得呀。谁叫你以往在军中只以鬼面示人？想我萧景亭征战10数年，在外身份却要靠个面具给。参见冠军侯！冠军侯！参见冠军侯！冠军侯！末将参见冠军侯。沈苏月的野男人怎么会是冠军侯呢？这不可能的。我也好算计啊！为了帮他，先前居然这样戏耍我等。如果你说的算计，是在你趁人之危时救下素月，夺回本来该赠与他，却被你们昧下的家父和财产，那本侯认。谢将军倒是次次都让本侯刮目相看，不仅德行有失，现在竟然敢在宫中公然弄虚作假。胡说！分明是你为了帮沈苏月，让他冒充双华将军。你凭什么说素月是被冒充？就凭那个废物？难道沈苏月就是双华？这不可能啊！他流落在外，没有教养，怎么可能是双华将军？爹娘，你们别忘了，这沈苏月早就勾搭上了冠军侯。就算他是冠军侯，也不能证明沈苏月没有撒谎。对，沈苏月，我原本以为你虽是个废物，但最起码老实自爱。没想到你居然为了冒充双华将军而勾搭冠军侯，真是让人恶心。长公主驾到！参见长公主。参见长公主。平身吧，长公主。这个沈苏月敢冒充双华将军，还打伤了真正的双华将军，请您治他的罪。是啊，长公主，我们与沈苏月已经断绝关系，微臣大义灭亲，请长公主不要连累沈家。长公主，我们沈家可没有这样的女儿，请您严惩她。大胆！沈苏月乃是陛下亲封的双华将军，如今被你们如此诋毁，该当何罪？他真是双华将军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不可能！此次也是陛下亲封双华为主帅，攻打叶赵，双华为了服众，才特意设了考核。如今他赢了，自然就是主帅。参见主帅！你真的是双华将军？为何一直都不告诉我？为何呀？谢允，我本来以为你不喜女子舞刀弄枪，所以我才刻意隐瞒身份。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感情比一切都重要，可是你呢？你满心都是算计，满眼都是沈洛伊。到现在你还敢来质问我？扪心自问，我对你的感情无愧于心，可你呢？素月，素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跟我置气的，对不对？你还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你只要肯原谅我，我马上回到你身边，我们一起恩爱到老啊！啊！你只要肯原谅我，我马上回到你身边，我们一起恩爱到老啊！啊！你凭什么觉得我沈苏叶还想跟你恩爱到老？殿下说的真没错，雍州果然盛产厚脸皮。苏月，即日起，雍州守将谢允革去军职，不再录用。不行，这将军之位是我一步一步爬上来的，不行。为将者，当保卫国土，捍卫百姓。可你呢？你立军功，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。你这种人，怎配为将？我知道你是假的，你也是假的，你们都是假的！放开我！我是主帅，放肆！放开我！苏月啊，你是双华将军这件事儿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女儿啊！是啊，苏月，娘生了你，可真是三生有幸，你就是沈家的荣耀啊！为父一定会对你好的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时至今日，你以为我还会在乎你们那点亲情？当初素叶为了讨你们的欢心，
离开了自幼长大的军营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军功，你们却为了那个养女欺骗和背叛她。明明是最亲的人，却伤得最深。沈洛伊已经死了呀，而且你也是亲口承认的。我说过吗？即便说过，当时我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，见笑了。你不要！大胆沈从，你作为螭首，欺上瞒下，知法犯法，是不把本公主放在眼里吗？李守才已经招了，沈从，你夫妻二人纵女作恶，现在奉皇上口谕，立即发往漠北为奴，永不得归。李守才已经招了，沈从，你夫妻二人纵女作恶，现在奉皇上口谕，立即发往漠北为奴，永不得归。至于你们，以假死逃罪，如今还伪造皇家御赐之物，藐视皇家，传本公主口谕，沈洛伊、谢允判以凌迟，以儆效尤。我不服！沈素月，我下辈子定要赢你！沈洛伊，你从来就不配成为我的对手。把他们都拖下去，行刑之前，他们都不能死了。素月，素月，素月啊，饶了我们吧！饶了我们吧，素月，素月，饶了我们吧！素月，饶了我们吧！素月，解气了？那此番我再做你的副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大战之后我们成婚？好。不是，这种事情事关重大，你还是要先禀报的。准了！你们的赐婚啊，还是由本公主来。5年前的那一场赐婚，是本公主错点了一次鸳鸯谱，如今怎么都得扳回一局啊！哦，这么说，长公主尽力撮合，只是为了扳回一局？哎呀，这说什么话！我呀，这还不是希望你们俩幸福。素月就值得这世上最好的。还是等大胜之后再说吧。遵命。